妈妈，我们来这里干嘛呀？丫丫，你不是一直闹着要找爸爸吗？今天妈妈就带你来找爸爸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丫丫有爸爸啦！丫丫，走。店主，借助您开发的 AI 系统，已经查到你妹妹当年被害的线索了，跟暗盟有关。暗盟，果然是他们，给我接着查下去。是。对了，当年和我发生一夜情的那个女人，查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小平，转你半天了。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嘿嘿。我已经到了，怎么没看见你呢？青瓷，稍等一下，请允许我为初次见面准备一份小小的惊喜。Hello， 青瓷。看那边是什么？快看快看！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当然了，亲爱的，我就是你朝思暮想、玉树临风、带马里都透着帅气的网恋对象江平。什么？你是江平？对啊，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你开玩笑吧？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Hello， 青瓷。现在你相信了吗？我可是全球最强的智慧 AI 江平浩。江平浩 AI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青瓷，妈妈，你快醒醒，你别吓你怎么了，青瓷？我！你可别吓我！整整半年，嘘寒问暖，早安晚安，情话连篇的网恋对象，竟然是个 AI！我苏青瓷纵横上海那么多年，居然被你一个机器人骗得团团转！我要找律师，我要告你！青瓷，我天天陪你，你竟然要告我，你有没有心啊？真是闹笑话了！哎，闭嘴！不要再喊我的名字！我堂堂天耀集团的总裁，居然被你一个机器人给耍了！这传出去，我的脸往哪儿搁？妈妈，虽然我很喜欢机器人，但是我不想要一个机器人爸爸，同学们会嘲笑我的。丫丫，你马上关机，烦死了！狗东西，又打着我江平的名号胡闹！对不起主人，下次我争取不被你发现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再敢乱来，把你系统给关了！你也叫江平？这个 AI 是你开发的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款 AI 还不是很完善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事情。小姐，我就是一个服务员，你要是想让我赔钱的话，我可没有。我不需要你赔钱，我要你为这件事情负责，跟我结婚。啥玩意儿？我说跟我结婚。小姐，我呢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来人！你们放下，放下！你放开我！救命！有人逼婚！救命！江平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骗我感情就算了，现在连亲生女儿都不想要，还想一走了之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丫丫，我们的命好苦啊！你男人这渣，太可恶了！是个渣男，就是渣男，太恶心，太过分！哎，放开我！哟，这不是我那废物前男友江平吗？这是犯啥事儿被抓了？赵静，江平，我听以前的同学说，你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号称前途无量的天之骄子，如今再当一个小小的服务员，我还不信呢。结果一看，还真是，你真不嫌丢人啊！赵静，
我在哪里上班，做什么工作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跟我有关系了。我看见你啊，离开我之后过得这么差，我就放心了。哼，你看看，我离开你之后找的新男朋友，是你这一辈子都要仰望的存在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现男友王旭，他可是天海市第一科技公司天耀集团营销部的高管。他开的车啊是保时捷，他戴的手表是劳力士，是不是比你这个穷鬼强上100倍啊？我男朋友现在月薪10万，你这个穷鬼端一整年的盘子都赚不到这么多。赵静，你男朋友赚多少钱和我有关系吗？哈，我就喜欢你这副死鸭子嘴硬的模样，表面上云淡风轻，实际啊心里急得都快死了吧？赵静，你哪来的自信？像你这种水性杨花、不知检点的女人，我应该庆幸跟你分手分得早，还嫉妒你，多大的脸呢？哈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看我现在比你好10000倍，所以你心里不爽，就在这里到处造谣吧。我拜托啊，你搞清楚你现在的定位，你现在就是一个低贱的服务员，还敢这么对我说话。服务员，给我趴下，把它收拾干净。干什么呢？怎么了这是？你们这服务员当的也太不称职了吧！不好好工作，还敢跟客人唱反调。我男朋友可是这里的 VIP， 他服务态度这么差，我男朋友以后都不想来了。不是，小平，你脑子有问题是吧？天天捣鼓你个破 AI 就算了，现在还敢顶撞客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嘿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把这小子给开了。一个 VIP 很了不起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是 VIP， 而且是至尊 VIP。你们谁敢让他滚？而且我再声明一点，江平是我老公。怎么，你要开除我老公吗？不是，不可能！江平他就是一个臭服务员，怎么可能有你这么好看的老婆？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你爱信不信。男人最重要的是得有实力，没实力呀，老婆再漂亮，你也守不住。就是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挑男人的眼光也太差了。虽然你不能像我一样找到天耀集团的高管当男朋友，你也得找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呀。找这么一个臭服务员，你也不嫌丢人。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哈，我知道了，就你这样的能跟江平混在一起的，能是什么好人啊？我估计啊，他就是出来卖的。你那张至尊 VIP 的卡也是老男人给你的吧？就这样还敢在我面前炫耀，你真是不要脸！哎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！江平，你敢打我？你是不是聋了呀？我男朋友可是天耀集团的高管，你敢得罪我，你完了！哦，天耀集团的高管很了不起吗？那当然，以你们的眼界，怎么可能知道天耀集团在天海市所代表的地位和势力？宝贝，你放心，他们敢惹你，我保证让他们在天海市再无容身之处。哇，好狂妄的口气啊！哼，井底之蛙。你知道我男朋友开的什么车，戴的什么表吗？这都是天耀集团给他配的。他作为天耀集团的高管，捏死你们就像捏死蚂蚁一样简单。来人！老公，这块是百达翡丽，也就几百万吧，购买10块劳力士。这个呢是定制款的劳斯莱斯，购买10辆保时捷。这张黑卡里面有1亿，给你当零花钱。他月薪10万，打工一辈子都赚不到的。老公，放心吧，别人有的，你也都有。
这……别以为你们找了几个人来演戏，我就会相信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对，没错，拿一堆假货来糊弄我们。亲爱的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放心，我可是天耀集团的高管，等会儿他们就会像狗一样的跪在地上给你道歉。你刚刚打着天耀集团的名号狐假虎威，我想问，你们的老板知道这件事吗？这种小事，我们总裁肯定是默认首肯的呀。是吗？嗯，你怕了？哎，嘿嘿，我觉得你长得还有几分姿色呀。你跟着这种废物，简直是可惜了。要不，你跟着像我这样的有钱人求包养，我包你吃香喝辣。妈妈，泼死他！好一个天耀集团的高管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了。我弄死你！你连你们的总裁都不认识，也敢打着他的名号胡作非为？我刚入职1个月，不认识很正常。对啊，那现在你就认识了。劳烦你打开看看你们天耀集团的官网首页，好好瞧瞧谁是你们总裁。看就看，难道是你啊？啊！苏总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认出您来。还有这位是您的丈夫啊。苏总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你一个小小的部门部长，也敢在外面如此嚣张跋扈，坏我天耀名声，你被开除了。现在立刻卷铺盖走人！苏总，你才敢废话！不可能，江平个废物，老婆怎么可能是天耀集团的总裁？坏阿姨，我爸爸才不是废物！爸爸，你们都有小孩了，还不快滚！我，都是你这个贱女人害的！江平说的没错，沾上你，老子倒了8辈子的血霉啊！滚，都给我滚开！亲爱的，好了，现在问题解决了，可以跟我去民政局了吧？你来真的？当然。洋洋有爸爸啦！洋洋有爸爸啦！洋洋有爸爸啦！哎呦喂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爸爸，你喜欢洋洋吗？当然喜欢了，能做你的爸爸，我很开心。记住啊，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要不是家里逼迫，我才不会找你。我公司的事你无权过问，你的任务呢，就是照顾好丫丫，需要你露脸的时候，你出个面就行。我们只是雇佣关系，你明白了吗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喽。走吧，跟我回家一趟。今天不行，今天是我妈生日，我得去参加她的寿宴。我送你。哼，不用了，哥们儿有车。丫丫，那我们晚上见。好的，爸爸，我和妈妈等你啊。妈妈，爸爸都走远了，你这么舍不得他呀？贫嘴。虽然呢，我们只是协议夫妻，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要有。妈妈打算准备一些厚礼，我们一起去给奶奶祝寿，怎么样？好呀，好呀，我要给奶奶唱生日歌。
安排一下，准备几份厚礼，档次不能太低，要配得上我和你们新姑爷的身份。恭喜恭喜啊！各位啊！谢谢大家到场。哟，来你看，谁来了？他怎么也来了？谁通知的？对呀，听说江平他现在只是个餐厅服务员，他混成这样，怎么好意思来参加生日宴会的？他就是我们江家最没出息的那一个，一身的穷酸样。妈，阿平啊，你来了。阿平啊，最近工作怎么样啊？别太辛苦，记得多休息啊。妈，我很好，别担心了啊。好。哥，我来了。妈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您最近不是老腰疼吗？我特地找的土方膏药，很管用的。好好，还是你用心。妈好不容易过一次生日，你就拿这么个廉价的玩意儿过来送给她？嗨，哥，这里边都是用珍稀草药做成的，你这别叫我哥，我没你这种废物弟弟。阿树，阿平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他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你很开心是不是啊？啊，哥，今天是妈的生日，火气这么大干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你这个废物就来气。之前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，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天才，大家都觉得你比我聪明。现在呢，你连一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，浑身上下穿一身穷人的衣服，你还有个人样吗？啊！阿树，你们是亲兄弟呀，怎么能……你就闭嘴！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我怎么跟她说话？今天她的寿宴是我出钱办的，她住我的，吃我的，花我的钱，还一天到晚念叨你，念叨的不行，我凭什么不能说她？江叔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她也是你妈，你照顾她是应该的。你还知道她是你妈呀？这么有孝心，那你就把她接过去住啊！哈，我忘了。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，他是连自己都养不起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我现在可是天耀集团的总监，年薪100万。我的未婚妻更是天耀集团的合作方，资产上亿。江树啊，以后还是少跟这些穷酸亲戚来往了，拉低了自己的格局。听见没？你没有任何一点比得上我。今天你能出现在这个寿宴，都是因为跟我沾亲带故，明白吗？嗯？明明是亲兄弟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是啊，小时候读书那么厉害，又怎么样呢？就是。你现在功成名就了，很好，很厉害，我祝贺你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那些所谓的身份地位，我根本都不在乎。我今天来是给我妈过生日的。给妈过生日，你就送这几个破果啊？江平，现在不是小时候，不是你说几句好听的，做点表面功夫，所有人就都会夸你了。现在是成年人的世界，讲究的是钱和权，是地位，而这些一样都没有。你在我面前，跟路边的一条野狗没有半点区别。当初家里穷，妈让我们抓阄，谁抓到谁去上大学。
你别忘了，是我把那个机会让给了你，是我让你去上的大学。妈，还是让哥去上大学吧。阿平啊，但你的成绩更好些呀。没事的，让哥去上大学吧，要不然的话，乡里亲戚该说你老偏袒我。阿平，阿平，你放心，等我以后出人头地了，我一定对你和老妈加倍的好。可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还想拿那件事道德绑架我？当初是你自愿放弃的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再说了，就算让你去读大学，你能混得出来吗？这么多大学生，有哪个能像我一样混得这么牛逼？现在你看我有权有势了，就想用这件事吃我一辈子。告诉你，白日做梦。好好的一家人，怎么了这是？江树，既然你现在这么恨我，好，从此以后江家只有母子，没有兄弟，没有兄弟。妈，我下次再来看你，生日快乐。还想走？今天我就是要打你这个废物的脸，让你在我面前永远抬不起头！放开我！结婚证，江平，你结婚了？居然有人会跟你这个废物结婚！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，阿平？那女孩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妈，我刚结，她是做生意的，就是带了个女儿。没关系，只要会疼人就行。记得带给妈看看。江平，你居然去当接盘侠，娶一个离异带娃的女人，你真的是把江家的脸都给丢光了。他也就只能找到这样的了。江平。应该只有这种又老又丑的女人才能看得上你。你就算努力一辈子，别想娶上我未婚妻这样又漂亮又有能力的女人。我老婆比她漂亮多了。你说什么？江平，你把你老婆拉过来溜溜，让大家看看，像你这种废物能找到多好看的老婆呀？怎么了？不敢跳来？怕丢人？太这样用。江平啊，论权势，论地位，论女人，你没有一样比得上我。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渣子。天耀集团总裁苏星驰为老夫人祝寿。苏总，苏总，不知道您和小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您能来为家母祝寿，那真的是我们江家天大的荣幸啊！哇，他是谁啊？天哪，你居然不知道！堂堂天耀集团的总裁，阿树的顶头上司，你都不知道？哇，她就是身价过千亿，天海市第一女强人，
苏青瓷女士啊！我的天哪，她居然那么给阿叔面子，亲自来出售啊！我们江家要发了！原来他们是一家人，看来还挺有缘分。这是1000万现金，100斤金条，天海市王府四合院一套，南非原矿珠宝首饰一套，仅代表天耀集团祝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苏总，我真的是受宠若惊啊！阿叔，这也太重了吧！我们来帮你拿吧。就是，这些加起来会有1个亿吧？不止，阿叔，你可光宗耀祖了。我们帮你拿啊！来，别摸，别说什么一好人。江平，没看见苏总来了吗？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废物，还不快滚！简直脏了苏总的眼睛。江树，你让他苏总，这就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弟弟，娶了一个离异带娃的老女人，把我们江家的脸都丢尽了。老女人啊，对，就是一个丑八怪，腰有水桶这么粗，体重估计有200斤，脸上一定长满了麻子，出门能吓坏小孩呢。也就只有这种人才会跟他结婚。苏总，找这号人当老婆的废物，不配出现在您的面前。苏总，江树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都敢骂！苏总，我没有骂您呢。让开！老公，我真的很丑吗？老公，美，我老婆天下第一美。爸爸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告诉丫丫，丫丫把你揍回去。这个废物居然是丫丫小姐的爸爸！你弟弟是苏总的老公？这怎么可能？江树，你当着我的面还敢骂我和我的男人？苏总，他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服务员，他怎么可能？江树，我对你客气，是因为你是我婆婆的儿子，是我老公的兄弟。现在看来，你弑兄不友，弑子不孝。不是苏总，我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别抢！哎呀，阿平，这寿礼是送给你妈妈的，跟阿叔没有关系，我们这也是替你保管嘛。对呀，阿平，我们一直都知道你才是最有出息的那个。阿平能娶到苏总啊，那可太有本事了。阿平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以后啊可要多多关照啊。你们，从今天起，我婆婆将入住王府四合院，由我和江平照顾，和你江树从此再无瓜葛。另外，这些寿礼我会亲手交给我的婆婆，无需经他人之手。江树，你目无尊长，辱没兄弟，此种行径不配为我天耀集团高管，你被开除了。苏总，我如果知道他是你老公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欺负他的。苏总，是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江平不是我的老公，你就可以随意折辱你的兄弟和母亲吗？不，苏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苏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爸爸妈妈，这个坏蛋好吵，我不想听他讲话，我想回家啦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奶奶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们不和这些坏人玩了。好孩子。走吧。苏总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有今天，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让开。妈，
我也是您儿子啊，妈。天天，江树，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废物。你弟弟可是苏总的老公，本来借着这层关系，我们可以一飞冲天的。现在好了，得罪了他们，不仅什么好处都捞不到，苏总以后可能也不会再信任我了。江树，我们的婚约取消。天天。风少，风少，江树，你好歹也是天耀集团的高管，怎么混得这么窝囊？我那个废物弟弟一跃成为了苏总的丈夫，苏总可是天耀集团的总裁，我的死活全凭他一句话，我真的完了，风少。哎，我那个堂姐真以为苏家是她一个人说了算。那个江平只不过是她为了不嫁给林少而找的挡箭牌罢了。一个没有实权的上门女婿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原来如此，我就说那个废物怎么可能得到苏总、苏青瓷的青睐？苏青瓷不听林家的安排，挡了林家的路，他的破产只是时间问题。哎呀，你在我手下做事，江平迟早会被你踩在脚下。风少，从今往后，我定为你肝脑涂地。这走了，小平，一定要把你踩死、踩碎！被林家逼婚的事暂时解决了，但公司的核心代码被黑，明天的 AI 新品发布会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进行。还好，已经修复80%。这场发布会很重要吗？当然，我现在压力很大，家族和董事会都盯着我。这次的发布会，天耀集团倾注了所有资源，如果失败，公司会直接破产。也许我可以帮你的忙。就凭你那半吊子的 AI 技术？哎，此言差矣，我那江平号功能可是很多的，跟女孩网恋只是其中一个功能。够了，闭嘴。这件事不准再提了。怎么回事？什么？代码又被黑了？修复至少要3天。苏青瓷，你完了！苏海峰，又是你！苏青瓷，你要是乖乖听话，把天耀集团让给我，嫁给林少，还需要什么麻烦？你找这么个废物当挡箭牌，你知道林少有多么不开心？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后果就是被破产清算，从林家少夫人沦为区区玩物。是吗？你确定？唉。
你这核心代码最起码得修复3天，可是明天就是发布会了，你要是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，这董事长和媒体会饶过你吗？不过你还有机会，立马和这个废物离婚，嫁给林少，顺便把天耀集团一起让出来，这好歹还能落个体面。不可能！好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到时候你还有你这个姘头，还有你这个小学生都得死。没关系，爸爸在。对，有爸爸在，我们不怕你们。哈，我是他亲兄弟，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。他只不过是一个连大学都没有念完的服务员而已，你们还指望着他来解决这种高科技问题？老婆，相信我。对，妈妈，你要相信爸爸。妈妈，你那么厉害，都被爸爸发明的东西给骗到了。爸爸一定很厉害。丫丫，这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好了，我的好堂姐，那么就明天发布会见喽。我倒是很期待的，你能拿出什么好主意？江平，你没好日子过喽！我是想重新给你做一回人。什么？爸爸要给妈妈做一个新的机器人叔叔了，那我们以后就不怕坏人欺负我们了。一夜之间做一款新的可用 AI， 这怎么可能办得到？你不试一试的话，怎么知道不行呢？你知道我的 AI 团队有多少人吗？光是 AI 专家就有20多个人，更别说剩下的都是相关领域的高材生。天耀集团倾注了所有资源，花了3年时间才勉强搞定，你一个人1晚上，不要开玩笑了。我相信爸爸一定可以的。丫丫，你不懂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你大概还需要3天的时间。那为什么不让我试一下？我不希望你卷进我们苏林2家的恩怨之中。再者，你只是个普通人。爸爸不怕坏人。对，爸爸什么都不怕。爸爸真棒！算了，还是不要打击他们的信心了，毕竟他们是为了我好。那你就试试看吧，不要太勉强。你就等着瞧吧。你一晚上没睡啊？我睡了，刚起床。那我先去发布会了。你放心，发布会我一定准时到。丫丫，我们走吧。好。爸爸，我和妈妈等你啊！拜拜。苏总，看这边。就这边，快，去饭去上。哎，堂姐，时间都差不多了，怎么还没有上台开发布会啊？风少，还没到10点钟呢。我们可是很期待苏总主导的3年的 AI 大作呀！
不如端上来让我们见识见识，如何？各位董事会的老总，堂堂天海市第一的科技公司天耀集团，近3年来竟拿不出来一个像样的 AI 作品，投资人对我们是失望至极呀。不如让苏青瓷赶紧上台，展示一下新作品，也好提振一下我们的股价呀。这话说的，谁也演不到。青瓷，上台吧，也不差这几分钟。董事会都这么说了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怎么是不敢吗？苏总，妈妈加油！苏总，开始吧。各位媒体朋友，董事会的叔伯们，今天的新品 AI 无法发布了。那是因为新品 AI 的核心代码在发售前夕被黑客恶意攻击了，代码损坏，修复至少要3天，还请大家多给我点时间。各位，苏青瓷说了这么多，这本质上就是他没做出来任何的 AI 产品。这种事，这是真的金？什么代码被黑呀，全都是借口。青瓷，苏海峰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有证据，这些都能证明我的团队在全力开发新品 AI， 只是被苏青瓷，这3年来耗费了上百亿，你认为这 P 几张图就能搪塞过去吗？啊，就算代码被黑，那也是你能力低下。要我说呀，这苏青瓷啊，就是把钱全部中饱私囊，压根没有做产品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一个 AI 项目要的是成果，你告诉我，你的成果在哪儿啊？拿出来呀！苏青瓷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各位，苏青瓷这3年一直在拖延时间，今天总算是纸包不住火。我提议立马撤销苏青瓷在天耀集团中总裁的职务，并且以职务侵占罪交由执法队处理。爸爸，你的天耀，我快守不住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苏总，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。够了，苏青瓷，你不说话是默认了吗？我向各位道歉，对不起。居然是真的！不被他看见，怎么成这样？目前天耀集团确实拿不出新品 AI 的成果。他承认？苏总，3年时间，耗费100亿资金，却没能研发任何产品，你这属于极其严重欺诈行为啊！请问你该如何向董事会和投资人交代？苏总，你打算全力弥补损失，还是去坐牢呢？苏总，苏总，苏总，回答一下吧，苏总，回答一下，回答一下问题吧，苏总。苏青瓷，我如此信任你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你想害天耀集团破产啊！各位叔伯，关键时刻代码被黑，最大的受益人就是他，苏海峰。他想逼我把总裁职位让给他。苏青瓷，你对得起董事会和上下几万名员工的信任？都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把锅甩给我，
明明是你能力不足，贪得无厌，这总裁之位难道不应该换人吗？天耀集团的股票已经下跌了30%，你们要是再做不出决定，你们的几千亿会叫打水漂。苏大总裁，请问。不，我不能签字。苏庆慈，你最好给我变出来一套最新的、可用的、成熟的 AI 完整方案，否则你必死路一条。你们看，股票又跌了10%啊！苏庆慈，签字！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我们也不想说的太难看。一旦董事会行使权力将你罢免，你就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。签字吧！苏青子，你最好主动签字，这样你还能保存几分体面。难道你真的想带着你的小女儿流落街头，出桥洞吗？好，我签。别手，在干什么？瑶瑶，放开他！滚！妈妈，坏蛋，你放开我！妈妈，你放开！好东西，你的野爹早就跑路了，他有什么实力？风少林少来竞争啊！坏蛋，我爸爸才不会不管我们！你欺负我和妈妈，我爸爸会帮我们打跑坏蛋的！哎呦，你是说你那个窝囊废父亲？我告诉你，幸亏他没来，他要是死不全尸！哎，小野种，瑶瑶，不会咬我！谁说我老婆拿不出新产品了？哼，现在才9点50分，你们急什么？丫丫，别怕，爸爸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来的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丫丫是我女儿。你带丫丫先走吧。走什么？我来就是给你送 AI 新品。你真的做出来了？狗东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打风少！混蛋，你敢打我！老妈辛苦了半辈子，怎么养出了你这么个助纣为虐的畜生？今天我就替老妈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江平，你得罪的可是风少，我必会让你死无全尸。你过来。风少，千万别放过他！你一个当上门女婿的废物，敢在本少面前嚣张，你信不信我？差不多得了。你们今天不是要发布天耀集团的新品 AI 吗？啊，产品就在这里，现在刚好10点，可以开始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一个服务员做出来了一款新品的 AI？恭喜你啊，答对了。苏青子，你什么时候手段这么低劣啊？你找了一个废物在这虚张声势，你觉得拖延时间，你就可以保住你的总裁之位吗？江平，确实没有人可以一夜之间做出一款 AI 产品。你先走，
这里交给我。老婆，既然我已经到了，就说明我已经搞定了。可是，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呀？丫丫也不走，丫丫要看爸爸打跑坏蛋。各位老总，这位就是一个高中毕业、干着下线工作的下等人。苏青瓷为什么拿他当挡箭牌呀？就是因为他好掌握、好拿捏。你们认为这么一个底层的废物，能在一个晚上做出来新品 AI 吗？好了，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赶快让苏青瓷签字下台，让我坐上总裁之位，这样天耀集团才可以保住。各位，这林家是什么德行？想必你们比我更清楚。这天耀集团如果一旦落入林家之手，必定是被吃干抹净，你们诸位的利益一定会受损。至于这个苏家叛徒，怕连他自己的家族都背叛，他的程度你们敢信？苏家还轮不到你一个底层的废物在这评头论足。现在就应该按照原计划，让我老婆发布新品，一切照旧，你们的利益才不会受损，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确实有道理。你们真要信他？海峰，你少说两句，让我们来问吧。你说的方案最大的前提就是真有一款商用级别，而且区别于市面上任何一款 AI 产品的新品 AI， 你真的能拿出来？当然。我看你们是饥不择食了吧？他是我亲弟弟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他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废物，连代码都看不明白，他有什么能力开发出新品 AI 呢？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要是被这个废物戏耍了，林家是不会给你们兜底的。连江平的亲哥都这么说了，看来他不具备开发 AI 的能力。是啊，我们有必要冒着得罪林家的风险，去相信一个听说都没听说过的人吗？各位叔伯，请最后相信我一次，一切后果由我苏青瓷自行承担。那就试一试吧。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行，那我就好好看看你找这个废物老公到底能带来什么垃圾，到时候死得更惨。江平，我相信你，不过这是一场豪赌，你千万别让我失望，否则我们都将万劫不复。豪赌？必赢的局怎么能成为豪赌呢？你别太自信了。爸爸加油！你们别得意，就算你真的做出来，用你过得了国际 AI 评分标准，你如果过，照样得下台。评级标准？那是什么？你连国际 AI 评级标准都不知道，你做什么 AI 呀？所有的公司的 AI 发布会都具备这样的评级大模型，否则无法获得市场认可。你休想会是多余。哦，还有这回事儿？你给我听好了 ，AI 评级分为1到9级，1级最低，9级最高，在9级之上还有神级，而神级那更是高不可攀的存在，无人能做得出来。哼，原来是我那套自娱自乐的评级标准，啥时候成国际公认了？苏青瓷，你们这套 AI 最好超过4级，这样才算合格。全世界最好用的商用 AI 才勉强达到4级，天耀集团的 AI 哪怕不被黑客攻击，也才只能达到3级。苏海峰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你们耗费了集团这么多资源，花费无数，你不做点好东西出来，怎么服众啊？啊！更何况现在天耀集团已经处于破产边缘，若是拿不出划时代的东西来，怎么挽大厦之将倾呢？一会儿你最好表现给我好点，要是你们连1级都达不到，那可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。哈哈哈！他们蛮横无理，就是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可以拒绝的。为什么要拒绝？你想用我的规则困住我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说什么？
AI 视频集。哼，你还真把 AI 做出来了？你这个废物，做这种垃圾，不得花费半年多时间呢？哼，看不起谁呢？还半年，一晚上足以。一晚上？你是说你这个废物做这个商业 AI 是花了一晚上？哼，你当全世界的 AI 专家都是白痴啊！苏星辞，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。已经达到专业团队的水平了。这不可能啊！还好，那也止步于此了。当着我的面还想逼我老婆退位，都给我看好了！我看从此以后，谁敢撼动我老婆的总裁之位？厉害！这居然是武器人啊！飞机上这么高的技术，有点东西啊！你看，真了不起！这比世界第一的谷歌 AI 还要高出一个等级。AI 历史再次重开一页，能见证世界第一 AI 的诞生，我三生有幸。你真的做到了？我就说爸爸不会骗人吧。哎，没什么难度，不用这么激动。哎呀，好啊，真好啊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一定是用了下三滥的手段。你怎么可能做出来5G 的 AI？ 爸爸 ，L5 很厉害吗？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激动啊？丫丫 ，L5 呢，对于他们来说很厉害，但是对于老爸来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因为呢，他们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所以才会这么一惊一乍。那你会把机器人叔叔抬到更高的级别？那是当然啦。江平，别在孩子面前说大话。5G已经……爸爸好棒！你放屁！这是全球的最高水平，在你面前就是不值一提，绝对是你的手脚。我告诉你，下三滥的玩意儿绝对超不过5G。对，世界最强 AI 技术在西方，就算给你这个废物作弊，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无路可走。继续。不对，你们快看，评级还在变。真了不起，出现曲了9级吗？这水平太高了。怎么会这样的事啊？仅次于传说中的神级 AI，这是全球科技公司都要顶礼膜拜的存在啊！这么多年，西方的技术垄断终于被打破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也是他们望尘莫及、永远不可能超越的存在了。苏总、董事会老总们，在新品 AI 公布的一瞬间，天耀集团的股份暴涨200%，前面蒸发的份额都快要回来了，现在都要涨停了。好。诸位，你们现在还要革我老婆的职吗？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，咱们天耀集团的总裁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青瓷。就算有变动，也是会往董事会上升。独党做出这种还要求的青瓷，完全可以担任我们的董事长。没错，就这样，你们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呢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激动，早知道就用1成功力了。
别贫嘴，你知道9级是什么概念吗？那是前无古人，大概也是后无来者了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做到？这有什么难的呀？当时往年奔现，你不是也被我用 AI 骗过去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做出来的，只不过刚好恰巧今天拿过来了。那还差不多。青瓷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向你道歉。青瓷，是我们错怪你了。今后呢，集团的事都由你说了算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呢就不插手了啊。其实这些都是江平的功劳。青瓷，你真是找了一个好老公啊！啊！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做出9级的 AI？ 他一定是作弊！哼，作弊！你不会以为我们这些老东西什么都不懂吧？这套评级系统用的可是封闭软件，互联网，外部数据根本就进不去。不然全球 AI 产业怎么会把它评为最具权威的系统啊？啊！况且这次的评级也是你强硬要求的，怎么现在不认了？啊！从今以后，你休想再染指天耀集团！哼，看来青瓷核心代码被黑这件事就是你干的。孙海峰，要被我抓到证据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一直被我踩在脚下的废物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自以为是，江平比你好100倍1000倍。不，你闭嘴！各位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 AI 是江平做的，他跟苏青瓷没有半点关系啊，对吧？所以苏青瓷还是输了，他还是得下了总裁之位。对呀，风少说的对啊！我要对让他给我闭嘴！我和青瓷是领过证的合法夫妻，同时我也是青瓷聘请的 AI 技术顾问。这款 AI 的构建和创造都是青瓷的功劳。在座的各位都是业内专业的人士，还有专业的媒体。我想问一下，不管是从夫妻的共同财产的角度，还是从合伙人的角度，这算不算是青瓷的资产？算不算是天耀集团的产品？算，当然算。算。我看这风少是没话找话了呀，愿赌不服输啊！看来阴谋败露后，风少气急败坏了。来，我们采访一下风少。风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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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这事是你干的，风少，风少，威一下吧，风少。耶！果然被爸爸赶跑了。丫丫，有爸爸在，是不会让人欺负你和妈妈的。苏总，您和您的爱人力挽狂澜，您有什么想法吗？苏总，伴随着 L9 AI 问世，您将成为全世界最年轻、身价最高的科技公司领导人，请问您有什么感想呢？感谢我的丈夫给予我的帮助，也感谢董事会的支持。其实关于这场大起大落，我也有些惊魂未定。关于这款产品的具体功能以及后续的更新情况，我会择日再开一个新品发布会。感谢大家了。苏总，您还没为这款开创新世纪的 AI 命名呢。这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，还是你来吧。我呢，想用我女儿的名字命名，就叫她丫丫吧。谢谢爸爸。好，好啊，好，是，恭喜恭喜啊！好，真是里程碑呀！好，好。林少，林少，苏青瓷马上就没辙了，他马上就要签字了，结果，你不是说他是个废物吗？啊！徒手造出9级的 AI， 你管这个叫废物？废物！副手，你听我解释。当时我读大学，他打零工，我毕业之后进入天耀，他去当服务员。
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只想证明我没有说谎，不然我也不会和他们断绝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如果真是因为我说谎，你们杀了我，我一句怨言都没有。只不过被他骑在头上，我也不甘心呢。怎么，苏青瓷找了个挡箭牌，你们以为我会无动于衷吗？江平那个人我查过了，确实没有什么问题。林少，那我认为是苏青瓷有两手准备，用表面的产品为饵引你们上钩，到关键时刻再拿出另外一个产品扮猪吃老虎，以此来博得天耀董事会的完全信任。这个贱人！苏青瓷那个女人不简单啊，不过这样才有意思。那种主动投怀送抱，很少早就玩。没错啊，林少，您贵为林家大少，兼并天耀只是时间问题。天耀那点钱对本少不重要，不过他们内部有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是暗盟的一位大人需要的，所以必须让苏青瓷签字，自己补，不能给他们反应的时间。暗盟，就是那个境外。啊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不应该多嘴。这件事儿，去找龙兴会的人处理就好，记住，不要伤到他。本少还没完，其他人无所谓。这龙行会乃是地下最强的势力，我听说他们那个老大更是杀人不眨眼。只是我们怕是没资格接触到郭江龙啊。这种事儿找龙兴会的老二就好了。哦，明白。那，林少，林少，我还有作用，我毕竟是他亲哥，我知道他的软肋呀。青岛还在王府别墅呢。他亲吗？不是你亲吗？只要我能为林少卖命，亲妈又算什么？我早就和他们断绝关系。论心狠手辣，还得是你这种人。行了，去吧。谢谢林少，谢谢林少。江平，你帮我解决了大麻烦，分红、现金还是公司股份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，什么都可以。你想什么呢？我们虽然已经结婚，但才认识不久，况且我们还当着孩子的面。林家，你不是说要给我配车吗？帮我买辆车吧，这样我去看我妈也方便一点。啊，你就要这个呀？怎么，你看起来很失望呢？妈妈，你的脸怎么红红的呀？混蛋！丫丫，你先回家，爸爸去超市买点东西。好。谁他妈的敢打扰你郭江龙爷爷睡午觉，都死啊！郭江龙，老大，老大，终于见到你了，老大。你在找我？那可不，您不是派人通知兄弟们注意暗盟的动向吗？龙兴会打探到了，本来想直接进去找您，可又怕您在忙，所以小的就只能在这儿等您了。说。老大，
暗盟最近跟林家联系密切。林家。好，接着查。是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替我妹妹报了仇，我就把你们龙行会抬到门面上，这样以后你们就不用过刀口舔血的日子了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小的能为老大效力，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。这个奢求好处呢。妈妈，爸爸救了丫丫，帮了妈妈，妈妈不感谢爸爸吗？丫丫，妈妈已经感谢过爸爸了。可是你们离得这么远，你看，一个在这，一个在那，一点都不亲热。你们学学别的爸爸妈妈嘛。你看，有的牵手，有的亲亲，还有的抱抱。哎呀，丫丫，大人的事情你不懂。爸爸妈妈都不像爸爸妈妈，像在一起工作的同事。时候不早了，妈妈带你去洗澡。好吧，爸爸加油，加油！走吧。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。你们家房间那么多，你偏偏让我和你睡一个房间？呸！谁要跟你睡一起啊？只是住在一间房间而已。你今晚睡地铺，不准动歪心思啊！你何必呢？刚刚丫丫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丫丫很聪明，也很懂事。如果我们的关系过于生疏的话，她会伤心的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去洗澡了。爸爸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主动的样子呀？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亲密一点。有啦！机器人叔叔，请帮我把浴室的灯关了，谢谢。不准看！我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。出去！哦。还以为江平只是个技术宅男，没想到身材也这么好。
检测的女主人苏青瓷女士当前心率140，血压轻微升高，体表温度上升1.5摄氏度，对主人心跳指数89%。哇，主人，女主人挡不住你的魅力啊！小弟建议乘胜追击，亲一个。江平，立刻马上把你那满嘴跑火车的破 AI 格式化了。老婆，你别跟一个程序计较。不过，他好像也没说错。江平，今晚你睡地板。哎，我本来就睡地板啊。你。爸爸，丫丫要听故事。爸爸妈妈，咻咻！还不快点把衣服穿好！是你没穿衣服吧？那丫丫先去睡觉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再见。哎，丫丫，都怪你！做戏做全套，也未必是坏事。行了，睡觉。睡得倒还挺老实的。早啊，老婆。那个，收拾一下，带着丫丫，我们去公司。遵命，老婆。爸爸妈妈，我想找阿姨玩。去吧。老婆，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好奇，想问问你。你问吧。丫丫的亲生父亲去哪儿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说了，好奇嘛，也想更了解丫丫一点。这孩子身上多少有点父亲的影子吧？那是一个意外。当时我被林尚华做局下药，意外闯入了一个房间。在哪儿？转！You say, come over, baby. I think you're pretty. Oh, I'm not your baby. If you think I'm 药效过了之后，我有些害怕，就先走了。他喝醉了，应该什么都不知道。房间当时太暗，我都没看清他的脸。哎呀，那你还挺不负责的，提上裙子就跑。都说了那是一个意外，后面我也有找他，但是他消失的彻底，根本找不到。1个月后就有了丫丫。那你也挺不容易的。哦，对了，当时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下楼准备开车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女孩突然冲了出来，差点撞到我。她当时很惊慌，好像在躲避什么，但我看了四周没人，我就没多管。女孩子在外面也要注意安全。爸爸妈妈，客人来了。客人？出去看看。
龙行会的虎啸山。苏青瓷，没想到你还挺有见识的呀！啊，我虎爷乃是龙行会老大过江龙手下的第一悍将，你要是不想死，就给我乖乖听话。哼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苏总，你把字签了，不然……小琴，苏总，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伤害无辜。苏青瓷，你别怪我不择手段，这个字你今天必须得签。我们要是不签，江平，你无非就是被他利用当一颗用完即弃的棋子罢了。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真的研究出了 AI 又如何？虎爷手下的这些兄弟，可都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。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难道还想把他们都干趴不成？皇上，就算苏青瓷签了字，也绝对不能放过江平。哎呀，这苏青瓷对于林少还有玩物的价值，这个江平得罪了林少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江平，今天就把你剁成肉泥！不，你们要是敢伤害江平，我就算死也不会签字。哼，是吗？我虎啸山办事，从来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。3秒之内签字，不然我要他的手。苏青瓷，这龙行会包括林家都得给3分薄利，你一个小小的天耀集团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讨价还价？解决了这个下人，下一个就是这个废物。你要是再不签字，我不介意在这个野种的漂亮脸蛋上划几道伤口。你们无耻！3，住手！签字。2，不要！1。江平，哎，铁马，别过来啊！上啊！谢谢姑爷。小琴，你没事吧？苏总，我没事。耶，爸爸好帅！江叔，你不是说他是个废物吗？怎么回事？我去！别以为你打倒2个人就很厉害了，大把的兄弟还在路上，况且虎爷还没出手呢。虎爷可是我们龙行会第一高手，没有20个壮汉进不了他的身。江平，完了！狗东西，有点身手，可惜今天遇到了我。这就是和虎爷作对的下场。皇上不用担心，江平横竖都是个死。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竟然没看清你的动作！强闯私人住宅，恃强凌弱，欺负孤儿寡母，过江龙就是这么教你的吧？江平，你怎么连打架都这么厉害？训练过几招。虎爷，咱们击败后的兄弟都在路上呢。江平，苏青瓷，等我的人全到，公司所有人都会给你们陪葬。他们是无辜的，这就是得罪老子的下场。等一等，江平，现在想后悔，晚了。就那帮小喽啰，也配让我求饶？今天是我女儿在这里，我不想让她看到暴力和血腥的味儿。要不，我出去会会他们，怎么样？虎爷，是他自己找死。
我想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！江平，你听我说，你再能打，双拳难敌四手。以你的能力，想要走，没人能拦得住你。你快走！江平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，我不想再害你性命。何丫，等我。江平，他死定了。走啊！苏青子，你的姘头已经被大卸8块了，今天没人帮得了你。江平，对不起。妈妈，放心吧，爸爸可厉害了。小野种，我等会儿就让你亲眼看看，你那个野爹死得有多惨。你这个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家伙，终于死了！江平，江平，你怎么？你没事吧？我这身上都是他们的血，你吓死我了！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的嘛。我是怕丫丫太伤心了。妈妈，我从来都不会因为爸爸伤心的，因为我知道爸爸是无所不能的超人。你别过来！我老大过江龙正在来的路上，你也敢动我？你和苏青子就等着被灭门吗？他怕了。过江龙龙爷是龙行会的老大，他手下有几千个弟兄，你就算再能打，你能打得过几千个人吗？龙爷已经近10年没有亲自出手了。他在天海市最出名的就是讲义气。苏青子，你找人把龙爷的兄弟打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你现在的唯一选择就是赶紧签字，这样我还可以考虑让林家给你求求情，否则你这个小野种，还有他这个爹，只有被拖出去喂狗的份儿。江平，我承认我看走眼了，你是有一点实力，但是那又如何呢？这个世界是权势的世界，他们让你今晚死，活不到明天，明白吗？过江龙是吧？好，他来的正好，这样收拾你，就不用脏了我这双手。你他妈是不是被龙爷的名头给吓傻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敢嘴硬啊？这废物就这样，只会嘴硬。一会儿龙爷来了，包他屁滚尿流。苏青瓷，你考虑清楚。江平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过江龙掌管的龙行会不是我们惹得起的，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实在没有其他办法。天耀集团是你的心血，你就打算这么放弃啊？我再不想放弃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跟丫丫受伤了。你，老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苏青瓷，你真要听信这个废物吗？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龙爷。江平，我仔细想了想，你好像从未让我失望。这次，我相信你。好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等会儿你们别在我面前
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饶。龙爷来了，龙爷来了，你死定了！好了，你终于来了。那个废物，他根本不把您和龙兴会放在眼里，出手重伤于我。我操！他妈自己找死，还要拿老四做垫背的吗？啊！老大，老大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手下的人冲撞了你，请你做法。请你责罚。什么？老大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一听说武萧山在这里，我就立马带着手下过来了。你认识龙兴会的？你别听他瞎说啊！我是四好青年，我怎么会认识这种混混？对。哎呀，我是特别崇敬江哥的武艺，自认江哥为老大的，这江哥自然是不会答应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妈的，你居然收林家的钱，连陷害普通人！他妈的，拿老子的话是耳旁风是吗？啊！老大，我真不知道这位江爷他也是您的老大，我要知道，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呐！老大，江爷，饶命啊！行了，吵得我头疼，拉下去。把这个畜生给我带出去！你他妈不快滚！我让你走了吗？啊！龙爷，你叫江树是吧？我知道你就是我老大的亲哥。对，我是江平的亲哥哥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您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，对不对？可我怎么总见的是你想方设法置我老大一家于死地啊！像你这种残害手足、不仁不义的狗东西，你他妈才该死！弟弟，我错了，你快让龙爷放了我。从今往后，江家你说了算，好不好？你到现在还在辩啊！不，哥哥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再说，你要是动我的话，妈也不会开心的，对不对？你到现在还敢提妈？像你这种狠心的人，你别说我了，就连妈你也会痛下杀手。不是的，你别说，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你有今天的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看着办吧。是老大。弟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龙爷饶命啊！龙爷，你是说苏青子找的那个挡箭牌，竟然是个高手，不仅把虎啸山的人全都干趴下，就连龙兴会的老大都是他的小弟？没错，李少，这个江硕那个废物现在肯定也死了。江平他心狠手辣，他连亲兄弟都敢杀呀！你觉得我会信吗？真的呀，林少，我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霍江龙是什么人？怎么会心甘情愿的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当小弟？在整个大夏，恐怕只有战定才能够压制住霍江龙。少，既然你说江树死，那你是怎么来的？虎啸山的人不是你带过去的吗？你干过的脏事儿也不比江树少，那苏青子跟江平就这么放过你？让我傻吗？林少，这我也不知道呀。哦，我懂了，他们肯定是故意放我回来，他们想借刀杀人啊！行了，不用再说了。林少，我也是在为您做事呀。您和境外暗盟，我。
恭迎山木大人。山木大人，从今天起，我将亲自为暗盟做事，定能将天耀集团收入囊中。暗盟内部得到消息，战店将在大夏天海市招标，寻找独家合作方开发战备 AI。林家必须中标。届时，林家借战店之势吞并天耀，岂不易如反掌？对啊，只要成为了战店独家合作，到时候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而且，林家和战店深度合作，暗盟想套取战店的情报，将如看囊取物。只要洞察战略战略布局，我扶桑帝国必将大夏踩地脚下。当年我父亲不过是向贵国贩卖了点武器装备，战店就将我父亲处死。要不是你这些年隐姓埋名，加上了暗盟的扶持，我不会有今天。山姆大人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帮助暗盟入主大夏。不过，暗盟战略经济失窃这件事，虽然您当年把那个小贱人给劫杀了，但是东西没有在他身上。不过，经过多年的调查，那个小贱人当时和苏青瓷有接触，但是苏青瓷好像不知道这个事。没错，所以不能直接杀掉苏青瓷。苏青瓷公司的部分技术有那个小女孩的影子，机密大概率就在天耀集团内部，只是没人察觉。我们必须得到天耀，从内部慢慢排查。所以这次一定要小心，不能被战店察觉，要从正常的商业角度，不能被怀疑。明白。都安排好了。店主，战店已经放出消息，要进行战备 AI 招标。这林家反应最为激烈，肯定是他们和暗盟进行了勾结。此举有2个目的：第一，一定要最大限度地调出暗盟，要掌握确凿的证据；第二嘛，这战备 AI 也是需要的。一切商业行动要符合正常的逻辑，避免暗盟察觉异议。最后的中标方一定是天耀集团。这是我送给我老婆的礼物。好的，店主。怎么了？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特别帅？只是觉得你有点神秘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有吗？我就是一个餐厅的普通服务员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一个餐厅的服务员能够一夜之间做出9级的产品，还能让过江龙这条地下狂龙心甘情愿当你小弟？哎呀，没那么夸张。正所谓高手在民间，我只是恰巧有一点技能傍身而已。说实话，我也调查过你，毕竟你要当丫丫的爸爸。不过调查结果显示，你确实是普通人，父辈也毫无背景，所以只有2种可能：一种像你说的，确实是高手在民间；另外一种就是你的背景强大到一般人都调查不出来。你会是后者？我知道爸爸是什么人啦！丫丫，说说看。爸爸是超人！爸爸就是超人。算了，不问了。丫丫现在很开心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，回家吧。江平，你先哄丫丫睡觉吧。战店要在江城招标，天耀集团在招标名单中。我要是能够取得与战店的独家合作，那我就不用再惧怕林家了。我必须连夜准备标书。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着。不行，能与战店取得合作，是多少企业梦寐以求的事，又有多少双眼睛盯着。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我必须尽快。那好吧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注意身体。
听睡前故事喽，走。哦耶！这么早去哪儿啊？战店的备战 AI 对 AI 的瞬时算力要求极高，普通的商业 AI 根本达不到要求，必须购置大量的算力芯片才行。大夏的高级算力芯片基本都被汇科集团垄断了，现在天海市所有科技公司都在往汇科天海部赶。汇科的总裁黄玲正好在天海市。是黄玲那个小姑娘啊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呀，在家陪丫丫就好了。行。每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，都有一个贤惠的男人。以你的能力，想要入世，早就名扬全球了。好了，不跟你贫了，我先走了。等你需要，我再出手。爸爸，来喽！哎，你好，请问可以约见黄总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苏总，黄总今天实在太忙了。走正常的预约流程，你今天可能见不到了。我建议您直接跟我去排队，这样说不定还能见上。排队？好吧，麻烦您了。苏总，这边请。林少，杨主管。苏总，你来汇合集团也是采购算力芯片？我要做什么，貌似和林总没有关系。这林家和天耀集团都在战店的招标名单内，我们是竞争对手，怎么能叫没关系呢？你什么意思？苏总，林少以高于市场价100%的价格收购了汇科集团80%的算力芯片，你呀，连口汤都喝不下。什么？苏青子，我现在坐拥整个大夏的自己的算力，你觉得战店最后会选择谁做独家合作？那是你们的事，我要见黄总。苏总，我已经同意以高溢价把80%的算力芯片卖给林少，黄总已经默许，你就别再浪费时间了。林尚华，你以那么高的溢价购买算力芯片，最后得到的利润也没多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就是要天耀死。你今晚来我房间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想要什么，我可以直接给你，何必这么折腾呢？你做梦！苏总，堂堂天耀总裁，要是被保安轰进去了，这面子上可能挂不住哦。妈妈，你回来啦！丫丫乖，看起来妈妈的心情不好呀。妈妈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，可以找机器人叔叔聊天哦。妈妈，你不知道，你以前和机器人叔叔聊天的时候老开心了。坏丫头，你还挖苦妈妈是吧？不是啊，妈妈，你看。机器人叔叔是爸爸发明的，所以你和机器人叔叔聊天，不就相当于和爸爸聊天了吗？那我为什么不直接跟爸爸聊天呢？丫丫觉得妈妈对爸爸还有点生疏，所以我想让妈妈对爸爸也像对机器人叔叔一样。你这小孩怎么了？不是很顺利？丫丫，去玩吧。林家突然横插一脚，以翻倍的溢价强行采购了汇科集团80%的算力芯片。如此蛮横的做法，让其他公司都没有机会了。林家一旦成为战店的合作方，那么再也没有人能挡住林家了。我和父亲苦心经营至今的天耀集团，也只能作为他人嫁衣，甚至我们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没见到黄玲？黄总也是商人，
有人愿意以高价吞下整个库存，换作是我，也不愿意再见其他人了。明天就是战店的招标大会，天要被吞并已成定局。你话说早了，明天你拿着这个去找我，算力芯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拿这1块钱去找黄总？没错，我没生病。你知道黄总是什么人吗？他是全球顶级的芯片设计师和制造商。要不是他突然出现在天海市，我连见他的机会都没有。虽然天耀集团在天海市有着第一科技公司的名号，但在慧科面前也只是3岁小孩。拿这1块钱，不是侮辱人家吗？要是惹到了黄总，天耀就死得更快了。不是普通的1元硬币，这是……哎，算了，反正他不一般。江平，你确实有实力，但你想用1枚硬币去左右一个全球科技巨头的决策，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？哎呀，拿着它去就对了。这……妈妈，爸爸可是无所不能的超人，相信他准没错。老婆，明天呢，我和丫丫先去招标大会，你见完黄林再过来。就算那些芯片已经运到了你家，我也能让他们全部吐出来。好吧，明早我试试。江平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听说你终于现身天海市，这次我千里迢迢过来，一定要找到你。你好，苏总，杨主管已经吩咐过了，让您不要再来了。况且黄总今天真的没时间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麻烦你，把这枚硬币交给黄总，哪怕他看一眼都行。1枚硬币，我也不知道这枚硬币有什么用，但是麻烦你交给黄总。抱歉啊，我还要去参加战店的招标大会，麻烦您了。杨主管，苏青瓷怎么又来了？他给了你什么东西？他让我把这个交给黄总。1块钱，是不长脑子吗？黄总这么大嘴才，你是在羞辱他吗？不敢。我帮黄总赚了这么多钱，你要是再敢跟我对抗，我饶不了。明白了，杨主管。啊！什么垃圾玩意？江平来了。时间太匆忙了，我还是没见到黄总，只把硬币交给了他的助理。我都不知道最后这枚硬币能不能交到他手上，更不奢望他能最后更改目标了。放心吧，黄林一定会来的。妈妈，爸爸说的话什么时候不准？你不用担心。但愿吧。哟，谁来了？这苏青瓷，脸皮可真够厚的啊！你都没戏了，还敢摆招标现场？怎么，想求我给你留一条活路吗？你现在要是求，我还可以让你做林家的少夫人。好啊，战店的人马上就来，今天只有我能给你机会，你不把握，一会儿可别哭着求。哎，林家财大气粗，算力芯片都包圆了，我们只能凑合着看热闹了。这来凑热闹了。就算没有算力芯片，是林家作为天海市第一家族，也没几个人能和他们竞争。我看啊，这战店直接找林家合作算了，还开什么招标会啊？进来。准备一下，去战店的招标现场。黄总也要去？当然，慧科将来就是战店的战杯 I 供应商了，能攀上战店的机会可不多，自然要去露个面。好的，我马上准备。刚才又有人想找我。是的，天耀集团的苏青瓷苏总又来了。苏青瓷，我知道他是个做实事的人，能力也不错，可惜了。苏总很着急，他还让我把一样东西给您，可是他也说不上来有什么意义。哦，是什么？1枚打过孔的硬币。你说什么？
你说什么？什么硬币？一枚打过孔的1元硬币。在哪儿？我问你在哪儿？杨主管给扔了。他好大的胆子！快带我去找。好像就是在这里。黄总，是他，江平，我找到你了。黄总，您这是？汇科集团能有今天，全靠我这位故人。换句话说，他才是汇科集团真正的创始人，是他传授了技术，用这枚打孔的硬币举。技术突破就需要势如破竹，要有打破墨守成规的手腕和勇气。这件事情只有我跟他知道，我妹妹从未示人。在这种时候，拿这样的硬币来找我的人，只能是……这是苏青子哪来的？是的，苏总好像很着急，他应该已经到战店招标大会的现场了。快备车，立马去招标大会。是。鱼上钩，开始行动。战店代表清渊大人到。这人又是谁呀？操！清渊大人来了。剑。清渊大人，在下江城第一家族林家化身林尚华。清渊大人能成为战店的独家合作方，我倍感荣幸。今后林家上下必将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什么时候说战店独家合作方是林家了？清渊大人，这不是明摆着事儿？众所周知，战备 AI 需要强大的即时算力，而今天在场所有参加招标会的企业里，只有林家拥有大量的算力芯片，也只有林家能达到开发战备 AI 最基本的硬件标准。这怎么想？清渊大人，我林家有深厚的背景，过硬的实力，还最好的战备 AI 可是对敌作战，可容不得笨蛋。因此，战店需要的独家合作方，我林家是最好的选择。还有谁要参与竞标吗？清渊大人，请问战店招标开发备战 AI 即时算法是最重要的指标吗？是的，本司无力支撑强大即时算法的算力芯片，本司退出此次竞标。退出此次竞标。清渊大人，退出竞标，看到了吗？现在只有林家是唯一的选择。一切行动都要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，避免暗谋大军。好的，队长。苏青瓷，我今晚就要扒光你！我现在宣布，战店的独家合作方是天耀集团参与竞标。啊！碍事的江平，你找死！江平，你明知道天耀集团没有足够的算力芯片，达不到战店的要求的。谁说我们没有的？你疯了！汇科集团所有芯片都卖给林家了，我们哪儿有啊？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一会儿没有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苏青瓷，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，连竞标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们这是恶意竞标。没错，清渊大人，我是汇科集团的营销主管，我们公司的芯片是全球最顶尖的芯片。林家竞争力突出，我已经将芯片全都销售给林家了，而天耀集团根本就没有算力芯片。清渊大人，他们这样无端扰乱招标大会，是根本没有把您和战店放在眼里。我请求按照战店的规矩，将苏青瓷押入大牢。清渊大人，江平对我司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，胡乱竞标冲撞了战店，实属无意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还请原谅。如果战店真的有规矩，我愿意一人受罚，请您不要伤害我的老公和女儿。
老婆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没事？你也太看不起战殿了。清渊大人，苏青瓷已经认罪了，动手啊！你在教我做事。清渊大人，我这是在维护战殿的威严。我战殿的威严需要你来维护。我战殿本次招标的规矩是公平竞争，既然有人提出竞标，那就允许他进行竞争，最终结果我看完标书后再说。哪怕有一方竞标失败，那也只是一时的竞争失利而已，何来目无战殿之说？多谢青云大人。可是他们……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赢我！到头来，你和天耀集团还是都得对我胜负。女士，请把你的标书给我。你们的呢？战殿仁义啊！这苏青瓷真是不自量力。算力即是生产力，没人能和林家比算力。到最后都是死，何必丢这个脸？至少逃过了战殿这次的责罚，先熬过再说。江平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你想帮我争取最后一次机会，但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冲动？妈妈，爸爸这不叫冲动，爸爸肯定是有把握才这么做的，你要相信爸爸。丫丫，你才认识他多久？胳膊肘就往外拐啊！我不管，爸爸最厉害了。老婆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又废物！谁给你这么大的信心？你把这条命豁出去，你也赢不了我。你们的标书我看完了。怎么样，清渊大人？苏青瓷是不是毫无竞争？虽然我们选择独家合作方需要多方考虑，但是算力对于战备 AI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算力的强弱可以直接决定战备 AI 的性能。听到了吗，苏青瓷？得算力者得天下，你就算再怎么挣扎，也不可能胜过我。江平，等战殿招标会结束后，你带丫先离开，我回公司收拾后就去找你们。等林家取得战殿的独家合作资格之后，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怕走慢了就来不及了。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走？丫丫，我知道你很相信爸爸，但我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我只想保住天耀集团最后一丝火种。丫丫放心，爸爸很厉害，会保护好你的。江平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丫丫，她叫你爸爸，她就是你的女儿。放心吧。清渊大人，可以宣布了吗？本次战殿的独家合作方是天海市林家。清渊大人，目光如炬，战殿公平公正，值得我等敬仰。大夏终于要完了。结束了。还没结束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什么？等等！等等！这又是谁啊？黄总来了，得感谢黄总，要不是您卖给我80%的算力芯片，我哪能有今天？以后咱们一起发财。黄总，我的主意不错吧？我提前把芯片卖给林家，就是看中林家会受到战殿的青睐。现在战殿马上就要和林家签署独家合作，这样我们汇科集团也算是和战殿合作了，不是？谁说林少华跟战殿达成合作了？黄总，口出狂言呢！您什么意思？想说什么呀？黄总，这可是清渊大人亲口说的，林少马上就要签合同了。清渊大人，
我想问一下，您是基于什么选择跟林家合作的呢？算力芯片已经被林家垄断了，也就是说，谁家有足够的算力，谁就能获得战店的独家合作。可以这么说。那战店应该跟天耀集团合作才对啊。什么？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汇科集团天海市分部主管杨涛，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，将大量算力芯片出售给林家，导致这场招标会根本没有公平可言。同时查明，杨涛收受林少华2000万现金的贿赂，在利益的挂钩下，杨涛作为销售主管，自然会偏向林家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这个姓杨的真的是个畜生，连点汤都不给我们喝。林家虽然是第一大家族，但也不能这么玩啊！我作为汇科集团总裁，宣布取消与林家的订单，将全部算力芯片以市场价转售给天耀集团。好呀，好，干得漂亮！我现在不在乎谁能中标，我只要这些不要脸的东西吃瘪，我就开心。苏总实力不俗，实至名归啊！黄总，你不能出尔反尔啊！出尔反尔？我可有答应你什么？这合同上有我的名字吗？黄总，这件事您不是默认了吗？我是收了钱，但是我帮公司赚了更多钱啊！哼，你承认收钱了？杨涛，你以为你把东西卖了高价，我就会感谢你？你听好了，逆权谋私，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公司利益，还得意洋洋。你现在被开除了，并且全行业封杀。黄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就一次机会。我说出的话什么时候变过？滚！金元大人，您刚才都宣布了呀。你自己都说得算力者得天下，我看在算力的份上给你一个机会，可你现在有算力芯片吗？黄总，您是认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把这个签了，采购合同即可生效。多谢黄总。你不用谢我，你应该谢他。什么？你们认识？岂止认识，我能有今天，可全靠他呀。甚至汇科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，对吧，江平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一个服务员，怎么可能和黄总有这样的关系？江平，这次我可不能让你再跑了。你们什么关系？男女朋友。你别瞎说啊！我单方面这么认为，不行吗？江平，我一直以来都把你当朋友，这次你帮了我，我会记在心上。但是以后你不要纠缠我了，因为我已经结婚了。我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苏青瓷。怪不得你会帮她。阿姨，虽然你帮了我妈妈，但你不能怪罪我爸爸呀。江平，你女儿都这么大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说来话长。天耀集团总裁苏青瓷已与汇科集团总裁黄玲达成合作，获得最多的算力芯片，故本次与战店达成独家合作的企业是天耀集团。好，好，不！同时，林少华采取行贿等不正当商业行为，违背了战店准则，按律对林家进行内部封杀，战店上下不得以任何形式与林家合作。被战店内部封杀，那和全球封杀有什么区别？山姆大人，山姆大人，救救我！山姆大人，山姆大人。不过江平，以你的地位跟实力，应该不需要我出手帮忙才对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山姆大人，你这个废物！被战店封杀，帝国的计划
彻底被你搞砸了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啊！我没有想到这个废物居然这么有实力！闭嘴！不要为你的愚蠢编辑，我需要你了。黄玲，我现在来回答你，不要钓鱼。现在鱼上钩了。暗盟，那个传说中针对大夏的扶桑组织。你胆子真大呀！光天化日在我大夏境内，竟敢暴露身份。镇店只来了一个金元，而我却有2位天级忍者。除非战殿之主亲临，不然你们都得死。结果是一样的。这把刀跟我妹妹身上的致命伤一样。你妹妹？哈哈哈哈哈！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你很眼熟，原来你是那个小女孩的哥哥啊！我懂了，你是不是一直在追查你妹妹的死亡的真相？嘿嘿嘿嘿嘿嘿！告诉你，她就是我亲手杀掉的，用的就是这把刀。每次我到了那个傻子的地方之前，我都会把他的照片拿出来，好好的欣赏欣赏他被杀死时候的美感。这就是你的妹妹吧？啊，她是那么轻，那么的漂亮，真是可惜呀。那你，怎么可能？2名天级忍者竟然毫无还手之力！你到底是谁？难道你就是战殿之主？江平，这照片上的女孩我见过。什么？就是那个意外的晚上，我下楼时出现在我车旁的女孩。如果那天晚上那个人是你的妹妹，那个人就是……你还记得在哪个酒店吗？清平路的亚盛酒店。10年前我住过那家酒店，那天晚上我被灌醉了，不省人事。那天晚上的人就是你？怎么可能？如果我妹妹那天晚上出现在那附近的话，应该是来找我的。店主，暗盟已经彻底暴露，请您立即下令将其铲除。店主，你是战殿之主？我为了给我妹妹报仇，我才隐藏身份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没用的，我知道你们大家一直都怀疑我们暗盟对你们动手脚，可是你们一直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不能对他国的组织动手，不然战殿就会成为世界的公敌。哪怕是我暴露了又怎么样？外界也会认为是你们强行给我们安上的罪名。江明，你就算杀了我又怎么样？暗盟不灭，你就不算真正的复仇。老婆，和暗盟勾结的林家疯狂针对你和天耀集团，肯定有原因。你想一下，那天晚上我妹妹出现之后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特殊的地方？
那就是我上车之后多了一个 U 盘，那 U 盘跟我平时用的是同款，再加上我打开之后只是一些招标图纸，我就没多想。不过后来我发现那些招标图纸都不是我们公司的，这些就是特别的地方。那个 U 盘在哪儿？哦，我一直随身携带。果然有加密文件。我妹妹至死守护的秘密，竟然是你们暗盟的罪证。秦月，属下在。今日灭暗盟。是。我刚才没杀你，就是不想让你这么痛快的死去。我要让你承受比我妹妹多1000倍、10000倍的痛苦。店主，暗盟已经全部铲除，未逃一人。由于有铁证，一切顺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妹妹，你的仇，哥哥替你报了。江平，那天晚上真的是你，丫丫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看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？哦，丫丫是你亲生女儿，你就这态度啊？老婆，自从我和你结婚那天起，丫丫就是我的亲女儿了。这张纸顶多算一个我根本不在乎的科学认证，证明我眼光好。从一开始就认定了这个既聪明又可爱的女孩是我的女儿。江平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，我会给你们全世界最好。你不会这次又不认账吧？江平，你永远是我的男人。You know the sweetest melodies. I wanna do bad things with you.